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云挺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中国最近在西太平洋的活动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来看到发生在我们自家外海东沙群岛的这一件冲突哦。这个中共的海警团31012号是入侵了东沙限制水域，那海巡署呢也调派了台中舰前往拦截。那么双方最近的距离就仅有0.4里，而且在驱离的过程中呢，中共的海警还透过广播挑衅，说什么？说中华民国不存在哦，此处呢是中国管辖的海域。那么对此呢，我们的台中舰当然也是回击啦，来听一下。台湾人民在民主自由的体制下，创造了经济奇迹与民选总统的骄傲。你们应该回去争取民主自由，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让中国百姓过上繁荣安稳的好日子。现在，请你立即转向，尽速离开台湾水域，否则我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好，来看到他们喊话的台词真的是有一点长哦，我就怀疑他应该是看着大字报啦。不过这一番喊话呢，真的是激励了我们的士气吗？好，但是前美国官员就说了，中国频繁的来侵扰台湾的海域，必须要厘清他的意图哦。好，说进行监控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要厘清中国真正意图。如果是为了军事行动，就代表他们可能打算日后要把该区域用于特定的军事目的，所以我们能够厘清他们的意图吗？好，东沙水域警力大作的同时呢，日本海也是一样的紧绷，所以现在呢，日本开始去模拟要攻击辽宁舰了吗？这个是央视的报道说，日本对解放军海上编队的骚扰有重大变化。靠得特别近哦，同时呢，日本也在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好，同时呢，他们也是研拟要获得具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舰，考虑呢要在这个小笠原群岛上空来设防视区。好，这是日本计划引进能够搭载鱼雷还有水雷的无人舰艇，甚至将采用 AI 自主型设计，让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上艇相结合。好，另外呢，就是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呢，也想要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但是其实日本的民众呢，对于他们的军事武装呢是非常的反感的，尤其他们竟然是让幼儿园去参观驻地哦，这件事情呢，就让很多的民众炸锅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这个是这个日本的自卫队清江驻地发文说呢，让当地的幼儿园6月2号参观了驻地的设施啊，还去体验搭载了大型的载具基础训练、匍匐前进等等。那么流程中还设有与自卫队员的问答环节。结果这个日本的网民就炸锅啦，说什么？说怎么会对幼儿园的儿童去进行军事教育呢？这难道是在为未来的征召做准备吗？还有人说这是应该要让年幼孩子们参观的地方吗？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参观那里，真可怕！这是不是军国化已经开始了呢？而且来看到日本的自卫队真的也是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状况来看到了，这个是一名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成员在进行游骑兵特战训练科目的时候，竟然是被从离地15公尺高的5.56毫米口径机枪给砸死死者家属对于日本自卫队在事故发生之后的处理方式也感到不满，所以呢，就对日本政府去提起诉讼，要求要赔偿1.37亿日元。好，这是日本自卫队螺丝松了吗？机枪都可以砸死人。好，但是来看到日本之所以这么紧张，也是因为中俄开始频频联手。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大陆官媒就表示，中俄两国空军呢，在日本海还有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呢，组织实施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不过呢，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10多架的中俄军机呢，也是相继进入了南韩东部
南部防视区之后就离开。好，但是啊，这个不仅仅是靠近南韩啊，也靠近日本啊。所以呢，这是不是要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空中优势呢？因为呢，这个中国的轰6K 还有这个图952个轰炸机同时出现啊，其实就营造了一个多层次的战略讯号环境，就是要加强这种印象。那中国跟俄罗斯都有能力在非常广阔的海域上面进行协调战略空中行动，而且呢，这已经是时隔半年又再一次双方联手绕飞了。日本的防卫省就怒批啊，他们的示威意图非常的明显。这个日本防卫水证实呢，2架中国轰炸机从东海飞往日本海空域，跟俄罗斯2架轰炸机以及2架反潜机汇合之后呢，联合飞行到东海上空。而在此期间呢，还有另外2架的中国战机以及1架俄罗斯战机也加入飞行。这样算一算，真的是非常多的架次。那日本防卫省就批评啦，说这个此举的意图就是要对日本来进行示威啊。表示他们除了要透过外交管道去向2国严正的抗议之外呢，也会持续的展开警戒跟监控。不过这样看起来，整个东亚局势是不是一触即发呢？我们来请教彬哥。这个大陆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海域进行的大概这种例行巡航，我早就说了，以后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那我们跟他这样子对呛那个中间内容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呛了也没有用。问题是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像胡振东说，我们要去厘清他意图。好，你厘清了意图，那要如何呢？要把它击沉吗？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重点是你要去思考，到底 OK， 人家持续这样来了之后，请问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反制？你怎么样能够让他不要来？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下一步的动作？不管你厘清他是有军事行动的意图还是没有军事行动的意图，那你的应变措施是什么？如果都没有，只是嘴炮，那请问一下，监控或不监控的意义何在？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就是不要只会嘴炮，不要只是讲这有的没的，你告诉我你实际的作为到底是什么？驱离吗？如果人家不理你了，你怎么驱离？像我们最近一直说，我们派几百吨的小船，然后驱离人家几千吨的船，你在说笑话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嘛！这哪是驱离，就是人家玩完了自己直接走人而已，你是目送人家离开而已。所以不要自欺欺人，还是告诉我们确实的解决办法。那困难在哪里？我们可以编预算啊，可以加强其他的装备训练啊、升级啊，都可以啊。那但是你的实际作为到底是什么？要拿出办法出来。那日本现在人家就准备拿出办法，人家用无人舰艇啊，这个配备水雷啊，配备其他这些东西啊。那这样对中国大陆有没有效？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本这样做了之后，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去的次数恐怕更频繁。那日本准备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那现在日本看起来是准备从根开始训练，叫幼稚园的小朋友就跑去参观这些军事基地。OK， 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很明显的要朝向军国化的方向走。那你如果要朝向军国化的方向走，那我想亚洲各国也自然会有所应对。所以日本如果一意孤行要往这个方向走，到最后面临的恐怕是连他对面的韩国都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然后你会面临所有周边国家的压制。那这是日本自己要去面对的东西。那我必须说，中国大陆现在跟俄罗斯结盟的态势非常明显，而且他们就是不断的就一起演习啊、巡航啊。我估计他们未来这一类的活动会越来越多，而且针对日本的这样的演习也会越来越频繁，然后甚至会去穿越津轻海峡啊，去围绕日本本岛啊、本州啊，这些东西大概都是不会断。那日本自己要去想想看，那中俄一直持续这样做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做？你要跟美国一起去迫近中国大陆的临街区，然后去进行军演吗？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样做，那就是让东亚的态势逐步升高。那对彼此有什么好处？理论上来讲，我们当然都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谈，不要让整个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可是看起来，现在中日之间很难有什么谈判的一个这样的基础，因为看起来高市早苗是准备就是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方向一步一步推动。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
就是中日之间恐怕局势只会越来越紧张。那当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我们台湾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要先想清楚。没错，对于这个中国的海警船不断的在入侵我国的东沙海域，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反制措施，只能够这个信心喊话吗？请教张将军。在东沙岛，因为东沙岛的面积不大，只有1.74平方公里，所以它的腹地非常的狭窄，然后驻守的兵力只有连级的兵力，也就是驻守的兵力单薄，后勤补给也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应变感觉到会有点捉襟见肘。它有3个特性：东沙岛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距离台湾比较远；距离中国大陆240公里，距离台湾440公里，相对远。那你要在驰援上面，那中国大陆近，而且中国大陆的统合力量就在旁边，所以，在中国大陆在军事上，在资源上占了优势。台湾因为毕竟距离的远。你不管是海军也好，空军也好，或者是海巡署、海巡单位也好，就是不容易了。你在这一方面的我们的困难度是增加的，所以我们这边要赶快要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来这边做应对。第二个，东沙岛距离它是一个战略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控制3海，北边的台湾海峡，东边的巴士海峡，南边的南海就南中国海。它刚好在那个3海交汇的位置，就在东沙岛上面，所以东沙岛这一个是个战略的中心，它是可以对北、对东、对南都可以用兵。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有海军、有空军，那因为毕竟东沙岛上面有一个机场，你虽然它小，但是它有个跑道、有个机场，还相当完整的。那它这样的话进出非常方便，对3海的监控，它可以有地利之便。那因为距离的因素，所以对台湾来看也跟中共比起来也相对的不利。那我们的海巡、我们的空军要过去应援，要去做支援，我们是远了。那在敌近我远的状况之下，我们会感觉到捉襟见肘。那第3个呢？因为岛屿所有的岛屿，而且它又是小型岛屿，岛屿大概都是易攻难守，那很容易就被攻下来。那我们怎么样来强固来增加东沙岛的防御的兵力，这也是困难，因为它腹地就那么大，你也没办法，你能够加强的纵深就是非常的有限，腹地有限，纵深就非常有限，所以它蛮困难的。所以我们的海巡还有我们的国安高层有没有一个紧急应变计划？有没有非常周延的战略规划？对东沙岛，我认为可能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所以中国大陆原则上占据有主动的优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置中国大陆以后它的无人机、它的海警船，甚至它的海军就在中沙岛这个海域在那边活动，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应变？我们是要动硬的还是动软的？动硬的，我们毕竟远，我们吃亏；动软的，那它现在已经进入12海里的领海线里面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应变。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好像还想不出一个很具体的办法。那再来，我们就是看这个中国大陆跟俄国的空中战略巡航，俄国派的 Tu-95雄式轰炸机，中国大陆派的轰6的中型轰炸机，也就是联合战略巡航。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有3个意义。第一个，对日本来看的话，这个战略示威，因为他们经常，他不是这个点缀式的，他这是常态式，这已经第11次了。所以他都会间歇的来做。那日本在这方面就要面对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二个，政治上的表态，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就走在一起，就对中俄来对日本来做军事上的施压，让日本在这方面会倍感压力。中俄频频联手，是警告日本，还是也有警告美国的意味在呢？我们请教徐老师。是，当然这一次中俄两军的这个长程战略巡航它当然，官方的声明说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案。那确实从航机来看，它虽然这个进入了日韩的防空识别区，但是呢，它并没有进入日韩的领空所以从国际法理上，它其实上是一种点到为止的一种姿态。那当然了，大家可能除了注意到它这个飞行的海域包括日本海、包括东海、
包括太平洋的西岸，特别是它最后一动啊，它这个从太平洋西岸往东海飞回去的时候，它其实还刻意经过了宫古水道，那其实就是一个离台海非常近的一个水域啊，我们也都非常熟悉。过去大陆的船舰在突破第一岛链前出到这个西太平洋的时候，也通常会走宫古水道。那这一次通过中俄的空中的力量的战略巡航，也走这个水道，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日本说。不论是你的西面、北面，你的日本海，还是在你的这个西南面，这个到东海部分，还是到你有可能要伸手进入台海的这个走的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个西太平洋海域啊，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把它视为一个潜在的战略威慑的地域。那除了海域之外呢，我们看一下次数，这一次大陆。这个跟俄罗斯他们这一次的空中战略巡航已经是第11次了。那第11次呢，它其实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第一次这样的操演。那有的时候海域会包括西太平洋，有时候不包括西太平洋，但日本海跟东海基本上都是每次都包括的。那这个操演大概从2022年开始改成1年2次，原本是1年1次，但从2022年这个大概我们不知道跟俄乌战争有没有关系啊，当然从这个中国大陆一直试图在俄乌战争上保持中立，但是呢不可讳言的就是说，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面对了西方更加严峻的军事威逼的态势，甚至你可以说，在乌克兰进行的其实就是一场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间接的代理人战争。虽然北约没有直接出兵参与，但是呢，整个俄罗斯的情报也好、弹药也好、武器也好，不可讳言都是对北约大力的支持提供的。那在这种情势下，俄罗斯在东面跟中国大陆把原本1年1次的战略巡航提高到1年2次，其实也强化了一种中俄在这样的严峻的态势下日益加强背靠背的这个态势。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1次的这个次数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共同的长程战略巡航已经不是偶一为之的这种即兴之举，它慢慢变成一个两国之间两国的军队互相这个增加彼此的这个互操作可适配度，甚至它在一起伴飞的过程当中，你的通信啊，你的这个航机的识别啊，甚至是对两军的飞行员都要去非常了解的，非常熟悉的去理解，如果发生紧急事态，那对方的飞行员会怎么样应处，那我怎么样来做一个协作跟配合。那再接下来，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这个元首层面的互动其实也非常的密切。普京刚刚在这个去北京之后，后脚隔一个礼拜马上就去了北京，那跟习近平也发表了2份重要的中俄联合声明，一份是针对这个中俄的双边关系，一份是针对全球态势。那在针对全球态势的这一份中俄元首联合声明当中，其实非常抢人眼球的就是说，针对日本琢磨的非常多。包括他否定就是说批判日本有这个要帮这个法西斯纳粹的行径、军国主义行径进行洗白的这种企图，包括要一起抵制日本的所谓新型军国主义，还有日本打算修改无核3原则啊，囤积大量的这个没有可信用途的核材料啊等等这些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目前时间到现在是环太平洋军演正在进行嘛，美日韩澳加等5国其实是31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重中之重。那在这个时候，中俄采取点到为止的一种态度来威吓日本，我觉得也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在这个中俄的联手之下，太平洋的第一岛链还守不守得住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看到美伊现在是真的又打起来了。美国司令部呢在周6的时候宣布说美军呢是再度对伊朗展开了新一波的空袭，锁定了荷姆兹海峡，还有其周边的10个军事据点，包括了飞弹还有无人机的储存设施、沿岸雷达站以及军事监控基础设施，还强调这个举动呢，就是要回应伊朗持续攻击商业航运的行动。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呢，美军也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对伊朗攻击的画面。但是川普也说啦，发文说是怎么样，都是伊朗的错。说伊朗他自己先违反停火的，还说德黑兰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学到教训，甚至威胁说我要诉诸军事手段。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你伊朗就会不复存在。好，那范斯是怎么回的呢？范斯说伊朗你都签了停火协议，我们已经遵守了。如果你们对备忘录有不同意的话呢，都可以去打电话讨论但是用暴力的话，
我们就要用暴力来回应。而伊朗是怎么回的呢？伊朗也是很会呛虾啊，他说啊，这个我们要报复轰美军的8处目标哦，而且呢，在28号的时候呢，也证实了已经发射了无人机还有弹道飞弹去攻击美军位于巴林还有科威特共8处的据点，而且放话说，接下来美军基地啊，你就迎接地狱吧，恐怕全面终止初步的和平协议谈判。好，那现在呢，美国呢，是不是真的是对伊朗无计可施了呢？来看到啊，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啊，美国现在呢，几乎是动用了所有除了核武以外的手段，就是要来对付伊朗。那个目标啊，就是为了在战争中生存而建立的地下网络哦。但是美国自己呢，也深陷了一个悲剧。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陆军发言人证实，现年29岁的一名陆军战斗工哦，在当地时间10日凌晨4点30分。夜间低能见度的演训中啊，竟然是遭到了一辆重达27公吨的布莱德雷步兵战斗车给碾毙。那有关当局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当中。好，这个悲剧是代表了美国的霸权陨落吗？因为前五角大厦也分析了，说伊朗战争啊是在的加深了美国霸权的一个衰落。好，不止美军现在深陷中东泥沼，好，面对中国磨刀霍霍呢，他们又再度亮相了新的这个武器。来看到呢，中国央视官媒啊，它是首度公开了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裸弹。好，从报道的画面中呢，它是从横向打开蚌壳保护罩，然后裸弹竖起到点火发射 TL 转移正位，都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展现了东风26高机动快速反应能力以及高生存能力。好，除了这个东风26之外呢，央视也发布啊，这个辽宁舰全部都换成了歼 15T。好，来看到央视的画面中清晰的出现了在画面里面的歼15舰载战斗机，全部都是新一代的。好，这个找不到了这个歼35。那唯一留下的线索呢，就是辽宁舰这个巡道飞行甲板上几道的轮胎印，似乎啊暗示着某种轮间距比歼 15T 更小的舰载机曾经在这里起飞。好，所以啊，面对种种的军事劣势，现在川普只能从科技战上面来着手了吗？好，现在美国呢又全面的扩大禁令，封杀了华为、中兴等等的中国企业科技产品。好，这个是26号，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禁止华为、中兴通讯还有海康威视等中国制造商更多的设备进口。那路透也报道啦，这个是美国啊以国安为由打击中国制电子产品的一个最新动作。好，那他们说啦，要以公共安全啊、政府设施安全啊，还有关键基础设施实体安全监控，以及涉及其他国家安全用途的相关设备。但是啊，你这样子来禁止进口，结果第一个出来跳脚的是谁呢？竟然是自己的美国企业。好，来看到《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啊，有6名知情人士啊，表示说苹果他们正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呢获准向遭到列入黑名单的中国记忆体晶片公司长新储存去采购，来减轻记忆体晶片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财务压力。我们知道苹果最近才一直涨价嘛，就是因为记忆体一直涨，所以现在你要进这个中国便宜的记忆体，结果反倒是美国企业自己要先撑不住了吗？所以这样看起来，美国是不是深陷了中国的晶片战，还有这个中东的泥沼里呢？我们来请教彬哥。对，现在荷姆兹海峡这边的状况看起来就是打打停停，然后停停打打，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在做这种巡回哦。然后一下你攻击我一下，我攻击你一下。可是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在攻击的时候都相对克制，并没有目前为止还并没有看出来想要全面扩大性重启战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只是因为你攻击我了，所以我必须要做一点行动来报复一下。那至于伊朗说这个未来几天要迎接地狱，我觉得这看起来比较像嘘声恫吓，应该是不至于说会再更进一步的扩大进行攻击。因为其实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伊朗尽管它现在并没有被美国打垮，可它面临的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地步。它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好，然后整个状况也是动荡不安，所以对他来说，他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停止战争，只是因为这个黎巴嫩这边以色列还是没有停止攻击真主党，所以伊朗不能停下来。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关键问题所在还是在于美国到底有没有办法去限制以色列的行动。如果美国有办法限制以色列的行动，那停火就会慢慢实现。那如果没有的话，恐怕还是会呈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大概就是这样。那美国在演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伤亡，这是难免的事情。其实演习视同作战，演习本来就有固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台湾的军队就是演习的次数变多之后，伤亡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那至于说伊朗战争到底代表了什么，我个人是认为这次伊朗的战争显现出来，也就是像伊朗这样的并不算特别强的国家，他用一些不对称的一些战术，照样可以让美国陷入困境，也就是他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所以即使美国是世界第一流的强权，还是一样很困难。这当然对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提示，那对人类未来战争的走向也都会提出一些不同的一些策略跟看法。那导致美国的霸权到底是否衰落呢？我觉得就算美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衰落，但显然他对世界的控制力已经不若以往。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他跟他的盟友之间看起来是并没有协同的行动，甚至很多盟友是拒绝参与战争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正在朝向一个衰落的方向而进，大概是一个确定的形势。尤其是现在中国不断的在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这对美国来说是多大的警告呢？我们请教张将军。这个中国这个航母的用的歼15T，它以后生产的一定都是歼15T用弹射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落在辽宁、山东舰都行，然后也可以落在电磁弹射的就是福建舰，那它就变成通用了。以后原来的那一批的老批号的歼15，它不会再生产，它以后这个歼15T啊，现在跟将来都还是这个他们海军的航空母舰的主力机种。那至于歼35过来，歼35过来，我认为还要衔接，还要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以后全部都生产的都是歼15T，那前面的那一批号继续使用，不再生产。以后就是变成电磁弹射为主，然后可以在滑跳跟电磁弹射两个的跑道来起飞。那这样的话，它变成通用型，生产通用型，而不生产专用型。生产专用型只能在2艘航空母舰，将来的效用会越来越低。所以生产通用型，将来这个现在第三艘的福建舰跟未来第4艘、第5艘，那都是电磁弹射，所以通用型广泛的运用。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美国跟伊朗，这个要签谅解备忘录 MOU， 他们的互信太薄弱，所以随时都有可能破局，会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而不是全部的全面性的军事大打。没有，我认为现在伊朗也看出美国有3个限制。第一个，美国不会大举对伊朗用兵，你看他有没有大举用兵？没有，都是有限度、小规模的冲突，对伊朗的雷达站或者是靠近沿海的，可能是他的地对舰的飞弹阵地实施攻击，就这样的，就是都是在滨海这一线的军事单位，就是伊朗的这些军事单位实施这个反制。第二个呢，美国他对伊朗一直从那个4月上旬实施完毕了总共38天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就没有再对伊朗的内部实施轰炸、实施攻击，没有了，只是对沿海。换句话说，不会对伊朗实施内陆轰炸，这是美国的目前的一个看出来所归纳出来一个原则。那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反而会更有底气哦。第3个，伊朗看出来美国不会对伊朗实施地面作战，这个美国的空降师也好，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也好，美国的陆军也好，都还没有进入这个伊朗的领土作战过啊。
所以在这一方面被伊朗所知悉，伊朗知道美国的底线，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反而有了底气。所以现在美国已经被伊朗给看破手脚了吗？我们来请教徐老师。是现在这个美伊之间所谓的停火已经列入某种薛丁格的状态，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停火？但你明明说有停火协议，说有这个后面的60天的关于核危机的深入谈判，但与此同时，你前线的交火跟互相的轰炸还在间歇性的发生。那么我认为啊，就是说这2天我们看到的这一轮这个交火跟轰炸，其实并不是双方说要一气撕毁所有过去好不容易艰难达成的这个协定。毕竟我们看到战线的另一端，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以色列跟美国政府，当然这个黎巴嫩指的是黎巴嫩政府啊，并不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刚刚达成了一个协定，就是说以色列要在黎南部局部撤军，你撤一部分，然后留一部分呢，让这个黎巴嫩政府来接手，然后以此来这个某种程度上去满足伊朗方面的诉求。但是现在美伊为什么还在海峡这个地方互相交火呢？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去测试大家最后的底牌。虽然这个大的框架拟定了，但是在一些边际上，包括这个未来到底海峡能不能收通行费这件事情上，双方其实还有争端。那美国一直要求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完整的、自由的通航，跟战前一样，不能收通行费。那像伊朗就开始说，那如果不收通行费，我收一点行政管理费可不可以？或者是我在这边立一些规矩、立一些规则，可不可以？最近啊，我们看到从这个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呢，许多的这个船舶啊，已经开始重新恢复，不管是进或出波斯湾，包括跟伊朗无关的船籍国，包括我们看到6月23号有3艘非常大的隶属于卡塔尔的，帮卡塔尔印这个 LNG 的印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船，也已经重新进到了波斯湾，也显示就是说，其实大家慢慢相信这个停火协议是真的。但与此同时，伊朗也开始给大家出规矩。伊朗开始给全世界的主要的船舶商，特别是要运用这条航线的人，告诉他们，你必须提前48小时提报你的这个航行计划，提报你的这个船只的货运跟你的船员的信息情报。然后呢，还要求就说以后我要给你发通行码，而且通行码还分门别类啊。比如说你如果是来自友好国家的，中国啊、俄罗斯啊、印度啊、巴基斯坦啊，你这些国家6个小时给你出通行码。其他的中立国家，就是在这个战争当中持中立态度的国家呢，我24小时，我收到你资料的审批完的24小时给你发通行码。但如果你是美国的船，或者是跟这个涉及伊朗制裁的相关国家的有对伊朗进行制裁活动的相关国家的船，那对不起，你这个码我要严审，而且呢，可能你这个船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还要不断的去遭受伊朗的这个快艇是这个鱼雷快艇或者是这个岸基的雷达的这个跟监。那伊朗还在中间给大家画了这个规定的航道，因为原本大家是按照这个走在海峡的中线嘛，那伊朗就说你以后必须走北边的靠北这一侧的伊朗航道，方便我来对你进行监控。如果你不听，我就打你。所以这次6月25号就有一艘新加坡船籍的船就被打了，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是一个示威的举动。那美国就抓住这个，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岸基一些设施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最后是在做一个主体的试探啊，就是说到底最后谁能够拥有海峡的主控权。不过看起来伊朗真的是已经荷姆斯海峡玩出心得来了，规则定的是非常的多啊。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驻纽西兰大使介文吉。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学者刘碧荣老师，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理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消息呢是这2天，应该说是这一段时间从日菲共同一个协议以来持续发生，一直没有停过，但一直被形容叫紧张情势升级哦。这是昨天的凌晨左右开始，中国海警船3101又侵入了我方东沙限制海域。那双方呢，当然我们有对峙啊，海警船啊互相在喊话啦。那特别由我们这一方公布出来是说，只距离这么近0.4海里这么近了，那对方的广播里面是特别喊中华民国不存在。然后我们这边公布了录音说，我们这边立刻喊双方互不隶属，然后呢要求对方离开。像这样频繁的滋扰，几乎是已经成为常态。大陆要什么？其实很具体，就是一个治权的延伸，已经
用这样的形式来展现。但前五角大厦的官员胡振东特别提醒哦，他是前国防部的官员，他认为呢，进行监控很重要，因为要厘清中国真正的意图。如果是为了军事行动，他的意思当然就是在提醒，是不是有要动手的意思吗？就代表他们日后要将该区域用于特定的军事目的。那么两岸之间越来越紧张，这样的对峙也是民进党政策一直不断的推进所造成的。不止台湾啦，中俄战机巡航最紧张当然是日本了。最近中日的关系非常紧张，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是中俄战机再度的绕飞，也是昨天发生的消息。中俄两国在日本海啦、东海啦、太平洋西部的空域组织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个让日本方面非常的紧张，这个形容词用得很重，就日防卫省怒批示威意图很明确。那么日防卫省特别说接下来批评这种行为呢，意图要对日本来示威，他们有加以警告。但是警告有用吗？他们接下来中国海军的83舰队，我们看到了他们到俄罗斯去进行友好的访问。那在展现军威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方面还特别去参观中国的军舰，说很震撼，很多新的现代化的设施让他们都觉得也太先进了嘛像这种军武秀肌肉的情况，日本方面要出手防中国大陆要做什么呢？日本政府最新要公布的是说，开发引进具备攻击船舰能力的无人潜舰，考虑在太平洋的小笠原群岛上空要设立防空识别区。那么计划在这些岛屿以及看到这个位置周边的海域呢，都有部署监视控制的雷达，来控制预防中国大陆的渔船或者是甚至各种的空域可能的影响。那么这个标题当然是香港的媒体用，叫做胆大包天呐，多胆大意思就是说，日本呢一直对于中国到西太平洋这里的舰队进行跟踪，已经好几次被公布出来，很近非常近距离的去跟踪、监视跟拍照。那最新日方对解放军的海上编队被形容叫滋扰有个重大的变化，就靠得特别近。那根据日方的报道，正在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攻击什么呢？攻击辽宁舰。所以香港媒体引用了日本媒体之后就说，天哪，这是胆大包天哪但是辽宁舰上面全新所换装的各种设备还有舰载机呢，引起很多国际媒体的关注，当然美国也很关注。辽宁舰全新换了歼 15T的这个舰载同时呢还被担心在观察说，是不是其实有某一种轮歼距离比歼 15T 这个是新的升级后的设备，还有更小的舰载机曾经从这里起飞呢？他们在想的就是歼35啦，到底有没有登上辽宁舰远海的训练？这当然也是辽宁舰的这个战力非常的强，可以舰载更具备战斗力的海空的联合的舰队来布局吗？让世界被形容叫做最重要的战略运输机最重量的运输机投入生产那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这个叫做大象走路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运输机是相对的笨重大的，但是是目前为止被公开目睹最大规模的运20B 的集结。缓慢的滑步前行的概念那采用的是这个大陆的涡扇发动机最大的载货量可以到66吨被形容连运输机也是优于俄罗斯、美国的机型跟舰载能力。好，日本呢，民间跟政府的关系可能想法不一样政府感觉是非常的对峙，但是日本的民间呢却说，其实不希望真的跟大陆撕破脸的，还是很希望用经济，这是共同社的报道，用经济访问团来替代现在可能的各种的冲突希望用经济代表团去访问，那重启经济交流，推动日中的关系，包括现在练博会有很多的日本厂商去参与，也是一样的道理。接下来先从我们自己台海东岸这里近期非常常态性的巡航来形容两岸的关系。对，两岸关系就是每一次如果发生台海的紧张情势那中国大陆或者这个有一些新的发展跟变化的时候中国大陆就会对台海周遭的水域跟空域进一步落实它的管辖权，所以就是一种你一动你走一步它就走2步，
这一步这次其实是日本促成的，因为日本突然宣布要跟菲律宾进行什么台湾东岸太平洋水域的所谓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跟这个大陆架的这个边界谈判。那结果我们这边没有反应中国大陆觉得这个事态严重嘛，他就开始不是伸张主权，而是落实主权所赋予的管辖权。那派这个海警还有这些海测船甚至这个军事舰艇在台湾的东岸的水域进行比较密集，而且这些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船只更为怎么多吨数也多，吨数也大，然后船只数也大的一个怎么多的一种是常态巡航。那么中国大陆它的玉渊谈天吧，用了一个名词叫近海治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落实主权主张下应该有的所谓的水域的管辖权。那当然啦，这个会不会产生直接冲突，就要看大陆这个巡防的船只会不会进入台湾的12里所谓的这个领海的界限以内。那可是问题，就美国人的讲法的话，领海的话，事实上世界各国也有所谓的军事舰艇，也有所谓的航行自由，因为他认为这个国际海防公约里面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呢，军事舰艇只要不从事这个有威胁性的军事行动军事舰艇也有权利进入到任何国家的12海里的这个所谓的领海以内进行无害通过。所以呢，现在我们比较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边的海巡署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大陆这一些实行近海治理的各种船只有没有进入到台湾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以内。那如果进来的话，要怎么处理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进来，不过领海外面还有一个24海里的这个所谓的临街区，在12里到24海里边，这边我们应该有行使怎么样？行使公务职权的一种海洋法、国际海洋法赋予的一种权利。那这个包括什么？包括这些海关环保还有就是说治安都可以行使的。可是看起来中国大陆目前在台湾东部水域已经行使了主权，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查证过往的各国船只，要他们怎么讲要他们这个证明一下身份。那甚至他可能进一步可能会做登船临检现在他只是做这些查证。听说我们的渔船各方面的船在这个水域有200多艘，都接受中国大陆公务船只的查证那这一点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有没有什么作为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也不能说灰色地带，而是法律基本上国际法来讲的话，它就有这么一个这样子的规定。那中国大陆就认定它在这个地方，即使不是行使主权的管辖权的话，那么他也有权利进入到我们的以美国人的标准进入我们到12海里进行无害通过。那现在就不晓得我们目前我们这个当局要用什么态度来处理对。陈县长，其实这个从上一次冲突以来，大家就在问，如果真的到时候有任何的意外，包括的渔民被日本或菲律宾的抓走了怎么办？那或者是像海里4海里这么近的距离，两岸的海警海巡船这样的对峙，万一冲突发生，这种紧张的气氛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吗？这些大陆海警船到我们的周边原本的海域，其实如果以我们看到海巡的这种舰艇距离0.4海里，也就是740公尺来讲的话，其实距离还是可控的范围。还可控对，以前那我在担任舰长的时候，我们的监控大概不到200公尺那为什么？因为长官要我们做这个水平征兆的规定它就是一张4×6的照片，
那个箭手箭尾正好贴的照片，所以你要切近到那么近的范围才可以啊。不能用长镜头。我们那个时候只是为了拍照的话，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一般的训练任务转成监控的，所以没有带那种相机。比较勇敢一点啊，现在的应该也很勇敢了。只是为了拍照有点。对，那其实呢，我们来看如果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红色跟蓝色的这个线。那红色呢，它叫做禁制区域；蓝色叫做限制区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12海里的领海跟24海里的临街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跟外岛的距离不太一样。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海巡署相关的那个公布的内容也就是向阳红22，它其实根本没有进到这一个24海里，也就是临街区的部分，或者是12海里的领海都没有。那至于说这些向阳红22或者是其他的，那之前也有非常多的这些科考船经过台湾的东部海面，那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在做水文的探扫，除了我们讲到说海水的温度、压力、盐度之外，另外它还在探测海底。那如果以向阳红22来讲的话，它具备这个多因素声纳探测水深的能力，也就是它可以完成一个连续面。那跟以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侧扫声纳不太一样，因为侧扫声纳它可能会产生阴影那我们讲这都是新一代的。不过向阳红22它有个更重要的功能那什么功能？它要释放这一个浮标的工作。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浮标，这个浮标其实非常大。向阳红22，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片，大家觉得不大，它其实是3000吨的一个舰艇这个就是向阳红22，它后面带的就是这个浮标，你看看这个浮标有多大？好大。对，那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些科考船，他们平常应该做的工作可是在台湾的东岸，他们到底没有放相关的这些潜标？所谓的潜标就是深潜在海里面的。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潜标来讲的话，它这个深度可以深达400公尺。那它放在台湾的台湾海峡西岸的部分，我们的水深只有120公里，120公尺这根本放不下去这个最适合放在哪里？放在东岸。我们东岸大概一出这个领海12海里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一个1000公尺水深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个，如果是我们看中国大陆的这一个他们的相关的期刊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台湾的东岸，他们在绿色这个部分，2014年他们就已经放了潜标了。那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因为那个潜标不是一天到晚浮在上面，它是潜在水底下的。那这个疑问也就是大家曾经发现过吗？如果没有发现的话，那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刘老师在日本跟中国大陆近来的非常紧张的关系里，各自的各种演习，那么都在展现秀肌肉，这紧张有办法透过经贸来解决吗？其实我觉得不大容易不大容易。最主要就是你看看他这一连串的，不管我刚刚讲军事，或者你看高市长要上来以后他的外交政策因为他基本上是要把10年前安倍晋三就是高市的师傅安倍晋三提出来印太战略，他升级要做得更为夯实不管他在外交上，他对东南亚各国的一些联系那么在强化，比如说把那小马可仕请到那么日本去做国事访问那么或者他就加强跟印尼他们跟澳洲那这方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这刚刚我们在新闻提示里面要看到说，在小笠原群岛上面做这个航空识别区，它基本上是把日本本来那个防卫线，它是防卫，它现在等于那是防卫嘛，现在是把往东边推了以后，来增加了它的纵深。纵深变成一个更为可靠的可以作战的一个平台嘛。那不管怎么样，它的不管是预警不管是拦截或者将来的真的要在怎么样的作战的话，它都多了一个纵深。所以而且它把它的整个防卫呢，本来日本的防卫你说就在东北亚东北亚呢可能在九州那边，然后它一路是拉下来拉到小笠原群岛。所以在这整个外交的战略跟国防战略它是一套的。
本来最早的时候呢，高市早苗他讲的一些话说，哎呀，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本来以为说他是上了刚刚当上首相的，不晓得外交上的这些讲话要非常的小心啊。当时以为说派几个大佬啊到中国大陆去疏通一下，也许可以缓和。后来发现不是，他是有计划的。所以不管他的讲话，他的计划的，包括他的我刚刚讲说外交啊、军事啊，以及各种的经济上的各种布局，它是一套的嘛。那既然是一套的，那你说靠着以前的岸田文雄拉一些人到中国大陆参加练博会啊，这希望能够缓和，可能是代表一些缓和的民间的声音，但是就整个的中日关系来讲呢，这个态势已经摆在这边，所以我想一时三刻它不太可能有怎样的一个缓和的迹象。但伊朗的战事果然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和平的意向书签完60天之内，已经是第2艘的油轮通过荷姆斯海峡被攻击，所以美方也立刻强硬的加以回击。透过美方自己所公布的反击伊朗的最新画面里头，可以看到啊，战斗机狂轰10个伊朗的军事设施，那其中包括了一些精准打击的这个军事的飞弹库啊，以及相关海军空军的相关的位置啊，被说又是为了要回应以无人机再次的攻击。第1艘不是长荣的邮轮吗？第2艘是基库号。因为他认为伊朗是违反了停火协议，当然伊朗也没有在客气的，也一直在同时的回击当中。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他是不是又要再度的回击呢？美军2度开轰伊朗，川普很火大，他不断的发文，他说指控伊朗违反停火协定，称德黑兰的恐怕永远学不会教训。他这次放的狠话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的啊，每次都讲的比次还要严重。他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的话，伊朗将不复存在，就是我要把你灭了。这个话从战争一开始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现在真的和平协议要谈崩了吗？那么伊朗革命卫队是说，他也再次的打击了8处的美军设施，打的地方是哪里呢？科威特阿里萨利木空军基地，还有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很多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就是海湾国家只要有军事设备有美国的军事设施的地方，又要戳的弹。那么伊朗革命卫队呢，也首次允许拍摄影片由媒体来拍摄。画面可以看到地下飞弹库被形容炼狱，这当然是西方媒体的形容吗？但是这个画面上也让大家很震惊的是说，美国已经攻击了这么久，但它的地下飞弹库却坚如堡垒，还有这么多，不只是这个导弹库，还是地下隐藏更大的这个各种的武器，就在这个地下。那么美国打了这么久，可以让川普轻松的讲说，我要让你伊朗不复存在吗？先前还曾经说他灭了德黑兰文明，不是吗？所以当10架的美国空军 KC-135R， 我们看到这个飞机再度空中加油机密集的在波湾还有阿曼湾上面上空飞行，就代表着美方的军事行动又越来越密集，在这附近准备整队嘛。而川普呢，在发完狠话之外，同时用 AI 图又发了个文真的是密集的在发文。他把自己当成希腊神话的擎天巨神阿特拉斯，一个人要扛起地球，哇，真的这么的伟大。但前五角大厦分析师却说，这位分析师是过去曾经在这个各种的五角大厦分析里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却对这一次美国对以色列一起合作发动伊朗攻击的战争，他认为是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衰落，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美国衰落，同时加强了多极区域的秩序出现，也就是说，不再是美国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类的机会跟自由的中心也正在往东方移动。川普把自己的国家搞砸了吗？当然，其中选举也是如此。光是看到美国军方昨天看到的是，这个怎么可能把国防部把相关伤亡的数字想要降到最低或掩盖呢？那么美国军人的家庭的饥饿问题呢？今天在外面的报道里也是不可思议啊！先前说政府停摆，所以要用这个军人家庭很饥饿去领物资，现在是常态吧？怎么会军人的家庭的粮食安全日益严重？那报告甚至说很多的费用可以报销调动的时候，但前期的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承担，没有办法先给，所以害得他们家人也因为补给不足，通通都成为一个饥饿的来源，不可思议。那川普在其中选举的选情是不是非常的紧急呢？因为不只是民主党的选民本来就不满他，现在共和党的铁粉在这个报道里面认为，也质疑他在伊朗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里头呢，是不是让美国这个
太没面子了，或者是反而让美国的利益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川普选民喊，即将到来的期中选举，如果川普去任何帮候选人站台，恐怕才会变成死亡之吻吗？那不过川普发文实在太多了，他又一个发文，他说呼吁共和党要团结不要让民主党掌控众议院的议程，因为呢。共产党终于要动手了，中共同路人又来了，这个是台湾、美国，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他就说，川普痛批共产主义是美国250年来，现在是在庆祝他们250年的国庆嘛，面临最严重的威胁。会这样想，当然是跟纽约州自己的初选选情有关系，也跟自己整个选情是不是真的告急了呢？大使，对，川普他其实。他指的就是现在纽约市市长，因为纽约市市长基本上是极左派了。他当时能够当选，这个是在美国的政坛就是一个震撼。那也就显示，事实上美国现在可能社会的这个有关价值冲突财富分配，还有就是说基本共识现在都不复存在了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所以就变成这个社会再往2个极端快速走，一个就是川普这种极端保守主义，另外就是极端的这个社会主义。那川普讲的其实并不是共产主义，可是他只要把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讲到什么？是讲的是平均讲的是分配讲的是社会的一种容忍是劫富济贫，不是劫贫济富。因为川普知道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就已经非常反感了，接受度很少，他再把它讲得更深一点，把这些人都讲的是什么？共产主义。所以呢，我觉得本来就已经社会基础就已经会造成这个美国社会的政治态度会往2个极端走的时候，再加上川普这种人，再加一把力，就造成这个社会的分裂，分裂以后就会造成对立。所以现在美国是什么？保守主义直接的对手就是共产主义真的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美国进入真的一个新的时代了那为了选举，为了自己的权利，可以这样子分化自己的国家的社会这也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这个我看了一下其实虽然伊朗打了第2艘油轮。这艘油轮挂的是巴拿马旗，上一次打的是挂新加坡旗，新加坡的，所以呢，这个两个油轮呢被无人机攻击呢，一般推测都是它偏离了航道，它可能要它走一定的航道，可是这些油轮大概没有遵照伊朗方面的指示所以伊朗就要来表示它的权威它非打不可，它就打。那打了美国就立刻他也回手，这个是好像是标准动作，你打我我就打你，我打你你也打我。可是这个报复的层级看起来目标很多。美国方面呢就是说什么基础设施军方所控制的基础设施，还特别提还有什么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这个存储设施。然后还有什么布雷能力就是大概讲起来洋洋洒洒，可看起来好像这些基地会造成人员死伤的可能性可能是比较少。什么叫通讯系统会不会就是说好像在那高山上有一个电塔把它打掉了，然后呢这也可以算打空袭？我们不晓得他报复所以反击的是怎么样。不过呢有一点很值得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呢虽然你打了油轮，那美国也报复打你这么多目标，那报道写得很清楚，荷姆斯海峡继续畅通，上面的油轮还是络绎不绝，马照跑，舞照跳。所以我想各方都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个承诺这个的所谓的它的可信度、尊严。我说了我就做到你们不听话我就出手，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为了表示这个承诺的可靠性，双方都一定会动手。不过有一个指标点，就是双方预定好要在2天以后，就是6月30号，在这个瑞士举行第2轮谈判的第2次专业，就是说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所以如果6月30号双方又搞得没有办法坐在一起那事情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延宕。那可是呢，现在双方也没有说6月30号我就不去了，
所以6月30号如果双方还是坐下来的话，那你会觉得哇，双方真的都很会演戏，哎，那大家都是为了都是为了谈判桌上啊，能够啊增加自己的声势哈，所以就要动手哈，在这些双方展现自己的决心跟实力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场拉锯战哈，事实上可能不是1-2个礼拜会结束了。哎，我想可能在川普啊他的选举啊，其中期选举哈之前呢，这种情况可能都会持续的一直的发展啊，就是说发生。这个谈判时间是60天嘛？那川普撂狠话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些撂狠话是为了选举的氛围需要，表示我们强硬起来呢？陈县长看起来是真的有这么危急？你看这个军队的各种调动，还是真的只是一个过场，要表示我们美国可以反击，再灭了伊朗都有可能？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坚持啊，那也就是不断的谈打又停。那这中间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中间的问题也就是现在的战争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战争在美国从就是说进入21世纪之后，它讲究叫资讯优势，然后整个组织扁平之后，它所有的交战准则 rule of engagement 的全部定入电脑里面，全部现在甚至由 AI 来导控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里面就会当满足了什么条件的话，那就自动反击，不必再请示，因为它已经满足了我们讲到交战规则的部分。那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也伊朗他做了任何的动作之后，那第一线的部队立刻反击。那我们看到，这就是看这一个川普他在他的Truth Social里面有讲啊，有关于飞弹跟无人机啊，那攻击了那个沿海的这个雷达站。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伊朗有多少的这个雷达站，怎么打不完的？那但是我们看这个中央司令部他讲得很清楚啊，他就对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攻击这个邮轮啊或者是商船啊的这些那个目标进行反击啊。那但是我们来看啊，伊朗的策略是什么？伊朗的策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就是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它公布的，这是最新一报的。那我们看到在中东的这个地方一直都维持的布希号以及这一个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迪利波里号的这个远征打击群，伊朗的策略就是我打不赢你，可是呢，我可以熬死你。也就是呢，你有想到说这么大的一个编队一直在海上，然后他要花多少钱呢？那他知道你美军没钱，那我就慢慢的消耗。美军的没钱，其实10多年前，美军自己内部有一本期刊，他就讲到了美国的这一个他们的这一个军区里面啊，他们在驻外的每一个基地里面，他们自己就有学校。他们学校的师资出现问题，10多年前了，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无力去聘请真正符合有教育，就是有师资班、有license 的这些老师，结果都是具有相关的这一个学历而已啊，他没有完成师资班，然后但是呢，他是军人眷属，然后在这一些基地里头教书。但是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这么简单了。我们看到啊，现在讲到说这个MFAN，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军人咨询那个家庭咨询网络啊，他们发现啊，军人现在他的家庭啊，实际上来讲，如他的这个问卷做到1万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讲说，实际上来讲，他的粮食安全不讲别的哦，不讲教育，不讲这个平常的娱乐，不讲居住，不讲那个交通，他就光讲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啊。他讲说，其实呢，他们发现啊，已经那个有4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在状况安全比较差或非常差。如果相对于2023年只有15.6%的话，其实上升的幅度非常大。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觉得惊讶的，也就是大家觉得你经济不好，那军人怎么会经济不好了？应该不错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他们会选择
应该都是父母亲啊，选择吃少一点，能够喂饱自己的孩子。那这个也就是什么？美国的方方面面呢，这个帝国已经开始倾颓，这个帝国开始崩坏，只是崩坏的这个部分呢，大家一点一滴的没发现，但是伊朗已经发现了。伊朗发现呢，也就是我就这样子小打小闹熬死你。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其实美国的装备也代表了这一个态度。例如说，我们讲到，现在中国大陆祭出一堆的这个飞弹，例如说，之前我们在93阅兵看到了东风61，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暗鹰飞弹。大家知道暗鹰飞弹的，美国只有暗鹰飞弹，它的弹头不到30磅。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是核弹头。它为什么没能力做别的？为什么？那个就是它的财力已经出现问题了。讲到谈判，就要请教刘碧荣老师啦。那么这次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呢，现在看起来是风风雨雨啊，那个不断的又发生了攻击。可是问题是，美国是不是这个底牌早就被伊朗给掌握了呢？这次啊，就美国说跟伊朗说在荷姆兹海峡又开始攻击，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原来他们以为达成的这个协议，这个谈判的协议呢，里面有几个字啊，那么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些学谈判的人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回去好交代，那么可能我们就容忍某一些含糊哈。那这里面什么字呢？比如说它里面第一个字呢，就讲到那么我怎么安排 arrangement 就安排，就是我们大家同意啊。那么伊朗呢，他用他最好的方法 at best 就是用最好的一个努力 arrange 安排，让这些船只呢可以安全的通过。好，那就出现了 arrangement 是什么意思？你说安排嘛？那安排什么？那安排这个航道就是安排，所以你说伊朗说那我来安排啊，规则我定啊，我规则，所以你要靠伊朗这边走啊。你不能靠安曼那边走啊，因为它海峡是海峡两个岸嘛。那你靠伊朗这边走，那你们走着走着就走偏了，那么走南部了呢？走南方，那我就打你嘛，打你。那么当然他希望说，如果我这样打你，打的你们下次又开始往北边就走回来了，那表示就是我控制了嘛，这个 arrangement 在我手上。那美国当然讲说没有啊，怎么可以让你这样来解释呢？啊，美国不这样解释，所以美国也还攻击他，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发现呢 ，arrangement 这个字，和这个 at best 就有不同解释。好了，那就我们就在谈判上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是刻意的维持一些含糊。那刻意含糊有些问题解不了呢，就是用一些含糊，比如说我们你说维持含糊各自表述，对不对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么各自维持一些含糊，让大家可以回去交代啊，那本来就是一个谈判的方法。但另外一种呢，有的时候呢，有人是你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各自含糊，然后各自就开始往他的有利的方向去解释。那每次往这方向解释，当然没有互信的时候，那各自往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那就会发生今天这种冲突啊。你的 arrangement 呢？你让伊朗说我并没有违反任何的协议啊，我们的协议不是讲好了吗？讲好了就说那我今天是安排吗？那按照我的安排，我尽我的力量安排嘛。好。那所以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就看，就是刚刚大使所讲的，你看会拖多久啊？那么大家怎么样互相在较劲嘛？而且每次这个谈判呢，大的框架谈完，谈到细节的时候呢，就特别难谈。所以你看他们在日内瓦谈判一开始的时候谈的一天是比较容易。范斯就讲说，我们谈一些大的框架、大的原则，确定议程，对不对？然后谈完了一天以后，然后他就记者会说，谈的进展嘛。那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呢，阿拉格齐也说，对啊，是有进展。那有进展那是第一天，那第一天完了以后，那下一回合开始专家了或者什么在谈细节的时候呢，那每个人在细节里面想办法再扳回来一点，再拉回来一点，所以细节的时候就比较难谈。那所以在难谈，在谈到细节的中间这段里面，那很多人就想说，在我们希望用这个战场上或者一些战事，那我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这情势。所以伊朗，你看他过去所有的谈判呢，你说是先谈再谈和打，是先停火再谈判呢，还是先谈判再停火呢？还是一边谈一边打？那过去你常常看到，好像看电视切割画面一样啊，一边是谈，一边在打，对不对？谈谈。那么现在这个看看他最后怎么样的收敛回来，那谈成一个比较具体的结果，这是我们看的方向。